如果在海上发现大量海鸟像炮弹一样冲进水中，那么这个地方很可能有蓝鳍金枪鱼。话音刚落，胖哥就又有一条大鱼上钩，主钓手迅速跑到船尾收线，线轮都快被他摇冒烟了。他必须让鱼线保持足够的拉力，如果鱼线太松，大鱼挣扎时很可能将鱼钩挣脱，所以主钓手收线要掌握合适的力度。大鱼刚上钩时体力充沛，胖哥不会启动引擎和他对抗，而是让他拖着船慢慢消耗他的体力。3个小时后，这条大鱼被慢慢拉到船尾，胖哥拿出鱼叉给他最后一击。此时大鱼再也无力反抗，接着拿出鱼钩和绳子，顺利拴住了尾巴。在水里降温1个小时后，把鱼拉上船。这条鱼的长度为84英寸，并不算很大，但如果脂肪含量高的话，也能卖出高价。那就来看看胖哥这条大鱼值多少美元。掐头去尾后，这条鱼净重272磅，称重完成，开始进入评估鱼肉的环节。首先，鱼肉的颜色非常不错，是很受欢迎的桃红色，但脂肪含量不够丰富，仅在皮下有脂肪，没有深入鱼肉内部。核心部分的清晰度很好，中间商评估后给出了19美元的单价。这条小鱼最终卖了5168美元，胖哥对这个价格还是比较满意的。保罗船长也突然上钩一条大鱼，他今天这条鱼十分巨大，钓手已经明显感觉到这条大鱼的拉力，再加上天气不好，整整用了5个小时才把它拉到船尾。精疲力竭的大鱼倒立浮出水面，保罗拿起鱼叉给他最后一击，这条大鱼已经彻底丧失了反抗能力，很快就拴住了它的尾巴。在水里降温2个小时后，把鱼拉上船。从外形看，这条鱼就很大，长度达到了103英寸。这么大的鱼让保罗船长非常高兴，那就看看这条大鱼值多少美元。掐头去尾后，净重469磅，重量虽然非常好，但鱼肉的品质才更重要。这条鱼虽然脂肪含量不错，但鱼肉中有很多白色的组织，这说明这条鱼有健康问题，这会让它的价值大打折扣。还好鱼肉的颜色很好看，中间商最后给出了9美元的单价。这条大鱼最终卖了4221美元，可惜了这么大一条鱼，但品质不好也没有办法。许久不见的泰勒终于又有鱼上钩了，两人赶紧跑到甲板上收线，生怕这条大鱼跑掉，如果还钓不到鱼，又要被人取笑了。今天天气不好，增加了收线的难度。3个小时后，终于看到大鱼浮出水面。浮出水面说明他已经没有多少力气。拉到船尾后，泰勒迅速投出鱼叉，受伤的大鱼还在挣扎。兄妹俩虽然有些吃力，但最终还是成功拴住了他的尾巴。降温完成后，把鱼拉上船测量尺寸。这条鱼的长度达到了91英寸。下面就来看看泰勒这条鱼能不能给他找回点面子。掐头去尾后，这条鱼净重337磅。接下来进入评估鱼肉的环节。可惜这条鱼的脂肪含量相当低，鱼肉的颜色还算不错，但核心部分过于清淡。中间商对这条鱼的评价不高，所以他仅给出了9美元的单价。这条鱼最后卖了3033美元。看来泰勒想找回面子，还得继续努力。夜幕降临，布里顿船长也拉着大鱼返回码头。他这条鱼的长度只有86英寸，净重达到了271磅。接下来再看看鱼肉的品质怎么样。这条鱼虽然不是很大，但脂肪含量却非常高，甚至连核心部分都十分油腻，鱼肉的颜色也非常好看。这条鱼的品质属于中上等，所以中间商给出了24美元的单价。这条鱼最终卖了6504美元，能拿到这个价格，几人当然非常开心。告别中间商后，几人又连夜返回了海上。